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最新的人权武将 SP 诸葛亮。只要看完他的技能，你就会明白为何他能成为3换最新的人权。SP 诸葛亮有2个羁绊，主要使用的是姜维羁绊，另一个黄月英羁绊则只有盾队会使用。我们就先从主流的姜维羁绊说起吧。SP 诸葛亮的普攻会造成单体伤害，并使自身获得1点龙魂值和1层星辉。若普攻前，当前星辉层数为0，则额外再获得1层星辉。星辉是个类似 SP 华佗桃子的机制， SP 诸葛亮在整场战斗都无法获得怒气，他只能依靠星辉来释放怒攻。使用这种独立机制的好处是，所有限制怒气的效果都无法对它产生作用。星辉的初始上限是7层，只要跌到7层， SP 诸葛亮就会立即消耗7层星辉来释放1次怒攻。SP 诸葛亮会在战斗开始吸收我方所有武将的怒气，每吸收700点怒气就会获得1层星辉。因此，在阵容里多带一些初始怒气高的突击型武将，比如命魂法正、命魂马超和命魂小乔，就能更有效率地提升 SP 诸葛亮的初始星辉层数。除了清空己方武将的怒气， SP 诸葛亮也会在战斗开始时无视抵抗地降低敌方全体武将1000点怒气。这个技能就有点类似 SP 张辽的吸龙魂效果，只有战力高先手的一方才能把怒气吸取了来换星辉的层数，战力低的一方则会被敌方先清空怒气，而导致无怒气可吸收，失去了开局满怒气爆发的能力，灭队也就不用玩了。SP 诸葛亮的出山，同时也宣告了灭队正式的死亡。SP 诸葛亮的怒攻会对敌方全体造成 86% 的伤害，并且会对持有落星状态的敌方额外提升 100% 怒攻倍率，且不受反弹伤害。落星是 SP 诸葛亮释放龙魂技后所添加的状态。SP 诸葛亮的龙魂技只需要2点就能释放，龙魂技会优先选择本回合释放怒攻次数最多的一个敌方武将，对其造成 300% 的伤害，并使其陷入1层落星，效果持续2回合，并同时使 SP 诸葛亮获得1层星辉。顺带一提，这是游戏首个只打单体的龙魂技，一般龙魂技都是直接对全体的。每层落星会使增益类所提供的属性加成失效 10%， 最多可叠加7层。这是个非常可怕的效果，因为落星是对全部增益都生效的，若是被叠了7层，增益效果降低 70%， 那很多增益都等于是失效了。相信这就是 SP 诸葛亮的龙魂技没有被设定成是对全体的原因了。SP 诸葛亮的龙魂技还有一个开场效果，若前10回合中我方全体武将怒气合计低于1点，就会使我方全体都进入空城状态1回合，每回合最多触发1次。全队加起来低于1点的怒气，基本上只有在全体被吸怒时才会发生。在空城的状态下，我方格挡率会提升 10%， 受到的暴击伤害会降低 200%， 并且敌方全体只能轮次普攻，无法释放怒气攻击，就连龙魂值的上限也会被降低为2点。只有龙魂技消耗2点的魂将，才能在空城状态下释放龙魂技。这下你知道为何 SP 诸葛亮只要2点就能释放龙魂技了吧？ SP 诸葛亮的技能是非常霸道的，他几乎是强制的让对面进入了法正的机制，第1回合只能放普攻、龙魂技，而无法放怒攻。在这种状态下，几乎只有命魂小乔这种使用普攻的武将和少数只需要2点龙魂值就能释放龙魂技的魂将能正常输出。其他武将在第1轮如果不借助 SP 诸葛亮的机制，几乎都只能是罚站空转而已。SP 关羽只是锁血让你打不死人， SP 诸葛亮则是让你连进攻都不能。SP 诸葛亮登场后，命魂法正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就算你不带命魂法正，只要遇到 SP 诸葛亮，第1回合也是无法正常输出的。现在带了命魂法正，就相等于是没有缺点，而且还可以加大第2回合的输出。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姜维的羁绊技能。
姜维羁绊会使 SP 诸葛亮免疫控制效果和提升 15% 增减伤，并且在进入战斗时会将场地变为机关城，持续2回合。机关城会使我方怒气恢复效率提升 25%， 和增减伤提升 20%。羁绊的第二个能力，若 SP 诸葛亮释放龙魂技后，星辉不少于3层，就会消耗1层星辉，来使我方其他武将释放1次怒攻，一直到星辉降为0，或所有我方武将均以此方法释放过怒攻为止，每回合最多触发1轮。这相等于是用星辉的机制给自家兄弟开了后门，别人都不准放怒攻，只有自家人可以透过消耗星辉来释放怒攻。异火被动会使 SP 诸葛亮的龙魂值增加1点，并且在战斗开始时，使我方全体受到的前2次伤害不会超过自身生命的 20%。吕辽是唯一可以逃过 SP 诸葛亮机制的武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用怒攻，而是用普攻和龙魂技来输出的，所以这个技能也特别的针对了吕辽。龙魂技当1次，普攻再当1次，就能让 SP 张辽的一次性伤害最高也只能造成 40% 最大生命值的伤害。当然灵宠伤害是可以破局的，不过那不是重点。吕辽队在第1回合被限制无法怒攻，基本也是没戏了。异火被动还有一个很棒的能力，锦囊，它可以直接决定队伍里的一攻和一血是谁，从此再也不用麻烦的去调一攻一血了。接下来是异火被动姜维羁绊的部分，它会使我方全体武将在前2回合免疫冰封和撞飞效果。这一招直接废了专武公孙瓒和 SP 刘备， SP 诸葛亮狠起来连自己人都照打，所以 SP 刘备也正式下课了。羁绊的第2个效果会使我方在空城状态下，每单次恢复超过300点怒气时，就为 SP 诸葛亮恢复1层星辉。攻击型武将的普攻就可以每次恢复400点怒气，为 SP 诸葛亮恢复1层星辉。3火被动会让 SP 诸葛亮在第2至第10回合开始时，也可以吸收己方全体武将的怒气，并且每吸收500点怒气就可以恢复1层星辉。这是开场息怒技能的延续，它事关 SP 诸葛亮是否还能继续息怒并发动空城，所以它的重要性自然就不必多说了。SP 诸葛亮最少也要拉到3火才能用，如果没有3火，你的 SP 诸葛亮就只能用1回合而已。虽然 SP 诸葛亮后续的息怒不再能降低敌方全体怒气，但怒气转换成星辉的效率却提升了，从原来的700点变成了500点就可以换1层星辉。3火后 SP 诸葛亮的怒攻会无视格挡与护盾，同时我方攻击最高武将释放目标小于3的怒攻时，也可以无视格挡与护盾。SP 诸葛亮还有一个和最高攻联动的效果，只要 SP 诸葛亮释放怒攻，我方攻击最高的武将也会释放1次怒攻，每回合最多触发3次。而且 SP 诸葛亮每释放2次怒攻，我方全体魂将都可以恢复1点龙魂值，每回合一样最多触发3次。通常这个攻击最高的武将会设定成是命魂马超，一来是为了更容易触发他的斩杀，二来则是用它来为 SP 关羽挡掉那些针对最高攻而发动的技能。5火被动会在战斗开始时，使我方攻击最高与血量最高的武将分别获得可持续至战斗结束的耀星与朔星。获得耀星的武将主动技能造成伤害时， SP 诸葛亮会获得1层星辉，每回合最多触发10次。同时没有1层星辉，该次伤害增加 SP 诸葛亮最大生命值的 5%。 获得朔星的武将能力则正好相反，受到来自武将的主动伤害时， SP 诸葛亮会获得1层星辉，每回合一样最多触发10次。同时 SP 诸葛亮没有1层星辉，该武将受到的该次伤害降低 SP 诸葛亮最大生命值的 5%。简单来说，5火被动又增加了 SP 诸葛亮获取星辉的管道，同时也利用星辉的层数来增加了我方攻击最高武将的输出和我方生命最高武将的坦度。
血量最高的武将一般会设定成是皮厚的 SP 张飞，让他来负责扛伤害。为了能容纳更多的星辉， SP 诸葛亮星辉的上限也会增加7层，变成最多可累积14层星辉。无火被动同时也会提升我方武将释放怒攻和龙魂技的伤害结果。只要在本场战斗中每消耗过1层星辉，该次攻击就会提升1%伤害结果，最多可提升100%，也就是让伤害翻倍的能力。并且每消耗过1层星辉，也可以使我方武将在受到伤害时提升2%最终减伤，最多提升200%。无火诸葛亮能让队伍随着回合数的增加，输出和减伤能力也会跟着提升。说了这么多，这也只是无火被动中2个羁绊都有的通用能力而已。接下来我们来看姜维羁绊独有的能力。姜维羁绊会让 SP 诸葛亮可以在释放龙魂技后消耗星辉来使我方武将释放怒攻。无火被动会让 SP 诸葛亮在触发这个效果时有 50% 概率不会消耗星辉，并且每回合可触发的次数还会增加1次，变成可触发2轮，变相的提升了整队的输出。姜维羁绊的无火被动还有一个在进入空城状态时降低对面全体 25% 怒气恢复速度，和使 SP 诸葛亮与前排武将解除最大生命值降低状态的能力。效果会持续2回合，并且本效果双方最多只能触发1次，也就是只有高战的才能抢先触发这个效果。当最大血量恢复正常后， SP 诸葛亮为攻击和血量最高武将所提供的最大生命 5% 的真减伤也就能恢复正常了。这样没有发动的一方在输出和防御端的能力又会被拉开来。SP 诸葛亮几乎是重新制定了游戏规则，所以是一定要抽的。最低3火，完整版的无火则会更加强势。建议 SP 关羽还没有无火的玩家，也要优先把 SP 诸葛亮抽到3火，然后才去补 SP 关羽或 SP 诸葛亮。SP 诸葛亮可以在蜀国队、火烧和盾队中使用，只有女团不会用到 SP 诸葛亮。SP 诸葛亮可以一直用到 SP 蔡文姬出来为止，才会逐渐被取代。最后，我们也来看一下黄月英羁绊的能力。黄月英羁绊会提升 SP 诸葛亮的暴击和破甲伤害，并且 SP 诸葛亮释放的怒攻和龙魂技也必定会暴击。星辉的初始层数一开始就是14层，无火后再加7层就会变成21层，并且从第2回合后，每回合开始都会将星辉恢复至上限的层数，不需要靠其他武将来恢复星辉层数。不过黄月英羁绊并不能像姜维羁绊一样，透过消耗星辉来使队友怒攻，它只能在 SP 诸葛亮被击退时消耗1层星辉，并降低1层星辉的上限，来使 SP 诸葛亮满血复活，每场战斗最多触发6次，这简直是水镜上身了。黄月英羁绊的其他能力都和姜维羁绊的一样，只有1火和无火会有不同的效果。黄月英羁绊的1火被动无法像姜维羁绊一样免疫撞飞和冰封，也无法靠其他武将单次恢复300点怒气来补充 SP 诸葛亮的星辉层数。但黄月英羁绊会让 SP 诸葛亮的龙魂技附带自身攻击力 40% 的真伤，并且在触发羁绊被击退效果时释放1次怒攻，并永久提升自身 20% 最终闪避率与暴击伤害，这是孙策上身了。无火被动的部分，黄月英羁绊会使 SP 诸葛亮的龙魂值消耗降低1点，也就是只要1点龙魂值就可以释放龙魂技。每当 SP 诸葛亮释放龙魂技时，都会使我方随机武将也释放1次怒攻，并且该次怒攻必定暴击，且附带 SP 诸葛亮 40% 攻击力的真伤，每回合最多触发3次。在前2回合中，只要敌方武将每释放2次目标大于3的怒攻后，造成的伤害结果就会降低 70%， 最多叠加3层，效果持续1回合。不过，只要释放普攻或龙魂技后就会被解除，这个真的意义不明。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黄月英羁绊的能力是永远不如姜维羁绊来的好用的，所以暂时也不会有队伍去使用黄月英的羁绊。一直到 SP 曹仁上线后，盾队才会使用黄月英的羁绊。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